大景朝承平300年，繁华之下已是烂透的根基，四大家族如复古之局，皇权沦为傀儡。苏家被构陷通敌，满门抄斩，我是最后一个。韩震急于杀我，不是为了复命，而是为了灭口。韩大人，你袖子里那封信，若是现在不烧，半个时辰后，韩家上下72口便要在黄泉路上等我了。一败胡言！罪臣之女，死到临头还想妖言惑众！韩大人，你以为你在帮首府大人除掉苏家，实际上你是在帮他背通敌的黑锅。只要我一死，你就是唯一的知情者。以为凭这几句话就能活命？我不仅能让你活，还让你在半个时辰内拿到首府谋逆的真正铁证。长公主驾到！第一枚棋子到了。微臣参见长公主，此女乃是通敌重犯，正要行刑。你就是苏雅，你说你有办法解开本宫府上那副万古残局？万古残局并非棋局，而是人心局。你忧心的不是那幅图，而是边境30万大军的粮草，以及那张被首府扣下的调兵令。你若说错一个字，本宫现在就刮了你。长公主可以查一下韩大人方才掉落的那枚铁胆，里面藏着今日韩大人原本准备畏罪自杀的毒药。韩大人，你真是首府的一条好狗啊！苏雅，本宫带你走，但这大景朝想让你死的人，比想让你活的人多得多。你出了这刑场，便是进了更大的死局。生即是局，死即是卜。这是父皇临终前交给本宫的，说是关乎大景300年国运的万古局残片，至今无人能解。这是大景所有门阀世家的账本路线，这些线条代表的是盐铁运输的私密航道。禀公主，苏家二叔苏成带着宗亲在府门外找跪不起，说是苏雅通敌入门，要求依照祖规将苏雅带回苏家祠堂。以父通敌，害我苏家满门蒙羞。今日虽有长公主保你一命，但族规不可废。二叔，父亲当年出征前曾留下一枚暗装私印，他说若苏家有难，可凭此印调动他在京郊暗中培养的1000精锐。胡说！我从未听说过有什么精锐。印在哪里？快说！就在这祠堂的某处灵位之后，可我忘了是哪一个。二叔若想保苏家富贵，还是让外人都退下吧。东西究竟在哪儿？在那后面。你耍我！二叔，从你勾结外戚，伪造父亲通敌书信的那一刻起，你就该想到这一天。韩大人虽到了，但刑部的眼线还在。苏成，你刚才亲口承认伪造书信的话，大家都听到了。你诈我！没有私印，但有心理博弈。我知道你贪婪，所以抛出精锐调动权位耳。二叔，公主，第一条盐铁线索就在苏城的司库里。你昨夜在祠堂杀伐果断，今日倒有闲情在此看书。苏家二叔死得不明不白，金兆英已经在外面催着要人了。二叔是自作孽，撞在珠台上是意外，招认罪状是真心。公主若想堵住金兆英的嘴，只需告诉他，那3万2白银的事，你是如何断定的？我昨夜进祠堂前，路过苏家马厩，二叔的马车车印极深，
且马蹄沾染了赤铁矿的碎屑。京城附近只有首府私产的黑铁山出产这种矿。二叔一个赋闲在家的闲人，深夜去黑铁山做什么？哟，这就是那个差点在午门被砍了头的通敌家属。怎么血腥味还没洗净，就来沾我们的花香了？莫要胡说，苏小姐能得长公主青睐，定有过人之处。正巧，今日我们要对这残缺的洛神副图进行补益。林婉儿，首府的侄女，表面上是京城才女，实则是首府在内贵的耳目。这话不是让我补益，是想试探我的政治立场。神女离去，非因情境，而是因为江水冷了。江水为何会冷？因为有人在江源截流，想独占这万顷碧波。华泰文，不如我们来玩推演天下。这是北境3州的布防图。苏小姐，若你是敌军统帅，如何破这死局？这可是兵家大事，怎么哪懂这个？林小姐好手段，私会布防图是死罪，你敢在这拿出来，说明这图是假的。哼，图是假的，但局是真的。若你推演不出，便是苏家兵书传世的虚名有假；若你推演不出，藏有通敌之策。我不破局，我只需在这些位置深挖3尺。为何？这些地方皆是荒地。这不是荒地啊，这是大景朝失踪了10年的运金道。林小姐，首府大人让你来试探我，却没告诉你，他其实一直在偷运国库的黄金。林婉儿让你来杀我，她太蠢了。杀了我，首府私吞黄金的事，长公主立刻就会知道。首府说了，死人的话没人会信。可如果我手里有你们偷运黄金的账本呢？就在我刚才那道波纹的画卷里。城南老井见。苏雅，账本在哪儿？交出来，我让你留个全尸。林小姐，你听，听这风声里的马蹄声，你以为我是来交易的？我潜入苏家司库时，发现了一张二叔和林太傅往来的信札，上面提到了这口井。我昨夜提前派人把模具丢了进去。你们干什么？我是你们的主子。林小姐，我们确实是首府的人。不可能，我父亲是他的亲弟弟。在权谋面前，没有亲情，只有弃子。林婉儿，你太相信首府对你的宠爱了，好一出精彩的弃子戏。苏雅，你不仅算准了林婉儿的愚蠢，还算准了本宫的野心。公主。首府断了一臂，这口井里的东西足够您在皇上面前拿回边境3州的调兵权。接下来，我们要对付的是宫里那位想让您远嫁的皇后。今日母后召见，名义上是赏花，实则是为了和亲一事。北夷使节已在偏殿候着了。他们指明要大景最尊贵的公主联姻。公主放心，北夷要的不是尊贵罪，而是筹码罪。只要让他们觉得带走您会招来灭顶之灾。可皇兄性格软弱，事事听命于母后。若是母后执意，那便让皇后娘娘觉得执意和亲会让她失去更重要的东西。苏雅，本宫听说你在外面闹了不少动静，韩阵废了，你倒是公主身边的一把好刀。娘娘，苏雅不是刀，只是个懂得算账的账房。哼，算账，那你就给北夷使节算算，
大景若出嫁一位公主，能换来多少？我们要的不多，公主入草原，再加北境3州的护士权。使节大人，这10年平安，恐怕您给不了，您只剩不到3天了。大胆！你这妖女，竟敢拿这等肮脏东西戏弄本使！您最近是否感到腋下胀痛，每至深夜胸口如巨石横压？这黑石子产自北夷与西域交界的枯骨岭，常年佩戴可强身，但若遇到大景特有的顶，脉象沉实却待服战，这显然是中毒已深的征兆。传太医。苏雅，你确实聪明，利用乌力汉的隐疾，强行把和亲的事压了下去。但你坏了本宫的局。娘娘的局是为了通过和亲换取北夷的效忠，从而对抗首府。但您忘了，北夷是一群狼，狼威不保，只会反噬。所以呢，你有什么更好的法子？利用万古局残篇。苏家的人果然都留着这块灰根，说吧，残篇在哪儿？残篇不在我身上，而在您的这3杯茶里。左边这杯是您试探我的诚意，中间这杯是您准备好的鹤顶红，右边这杯则是公主府的命脉。娘娘，你想让我喝哪一杯，取决于你。苏雅，你真以为自己能算尽人心？父亲明明在通敌案后失踪，为何会在冷宫？这是皇后的陷阱，还是万古局背后那个真正推手在引我入局？父亲，此人虎口虫子厚重且发黑，那是常年握马刀的人才有的痕迹。这是一个北夷死士。既然来了，何必藏头露尾？苏雅，你利用长公主和皇后的矛盾，试图在京城翻云覆雨，确实精彩。但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触碰万古局。交出黄金玉图，我看在往日情分上，保你留一个全尸。玉图本就是假消息。苏家余孽苏雅入宫行刺，弑杀幼帝，禁卫军何在？格杀勿论！这血书我已拓印100份。公主若想自保，现在就带兵冲出宫去，占领午门，否则咱们都要死在首府手里。当年修建大景皇宫时，工匠为了在极旱天气以内湖水救火，在冷宫水井底部留了一个活口闸门。
首府以为杀了我，杀了皇帝就能登基，他忘了这皇宫不仅有权力，还有无数被他踩在脚下的蝼蚁，而蝼蚁最懂如何毁灭。哟，这哪来的贵人？竟落得个老汉我抢地盘！长乐坊，好自豪，找沈老板。苏大将军的人。苏小姐，你没死，首府的觉就睡不踏实。他不仅睡不踏实，他还急着立新帝。那个被他藏在郊外庄园里的私生子快要进城了吧？那是皇室禁忌，你如何得知？我看过礼部的密卷，那孩子3岁那年的生辰八字，和首府当年那的小妾入府的日子分秒不差。沈老板，你帮我做3件事：第一，散布消息说皇帝死前留下了血诏，指认首府弑君；第二，把这份血诏的残篇分批卖给皇后和长公主。抓起来！大人，这满大街都在传啊！说冷宫井底有冤魂，在叫冤。首府，你好狠的心，竟然想让那个孽种来顶替皇位！娘娘，沈老板那边说，另一半血诏在长公主手里，如果长公主先拿出来，绝不能让萧明玉抢先。去，告诉沈老板，无论花多少代价，本宫要那份完整的原件。只要今日大典完成，我就是大景朝名副其实的权柄掌控者。右帝驾崩，宗室单薄。你且慢，本宫手里有先皇血诏，首府弑君谋逆，此子来路不正，绝不能登基。血诏本宫也有，首府你通敌卖国的书信就在本宫手中。2份假证就想撼动江山，禁卫军拿下这2个疯女人！那是阿雅姐姐的铃铛。首府伯伯说，只要我不听话，就像掐死皇帝哥哥一样掐死我。苏雅没死。义父，禁卫军已有1/3被长公主接管，京兆尹那老狐狸也开始闭门称病，咱们现在的处境……苏雅，你以为凭这一纸书信就能动摇老夫数十年不下的棋局？大人，既然名声已毁，不如兵行险着。既然他想要那半卷，我们不如送他一个真的，让他亲自跳进太庙那个坑。此计甚妙，滚出去！按照幕僚长的意思去办，
若是再出差池，你就把头留下吧。他把那些要命的档案撒得满城都市，现在那些家族人人自危，全都进宫向皇后和长公主施压，加派人手。他这是急了。既然他想玩火，我们就送他一桶火油。沈老板、老前辈，这些税单就是我们的护身符。今晚太庙，我们不仅要送礼，还要送命，送那个老狐狸的命。已混入首府丢出的那堆卷宗里了。博弈的精髓不在于全盘说谎，而是在9句真话里藏一句能杀人的假话。首府想拉拢百官，我却要让他和百官彻底决裂。父亲，当年你没能算完的账，女儿今天一定替你算清楚。告诉公主，首府今晚必火烧太庙。他疯了，那是祖宗基业。不烧太庙，他如何能在众目睽睽下把国库里失踪的那1000万两黄金赖到天火头上？动作快！义父说了，火起之后，无论男女老幼，一律格杀，制造叛军作乱端的假象。你确定他会亲自动手？他不敢不亲自动手。那1000万两黄金的亏空，如果今晚不烧掉账本和实物，明天户部清查，他就要被千刀万剐。首府那老贼竟然想毁了太庙，那是赵家先祖供奉的地方，杀！一个不留。皇后想要图，公主想要权，首府想要命，而我想要这大景朝300年积攒下来的烂账一起化为灰烬。沈老板，动手！苏雅，你果然还是来了。黄金不在这里，你早就把它们运走了，对吗？是又如何？只要太庙一烧，这笔账就是死账。那是生石灰，沈老板刚才在排水口灌入了大量的水，生石灰遇水发热，再加上你刚才为了毁账点的火油。首府勾结韩非，我祭坛，诸位大人请看，韩非手里拿的是什么？首府，这些借据上盖的是大景30万边防将士的私印，你以为你运走的是黄金？不，你运走的是他们的军饷。沈老板在运金的船上留了引气，当你在这里点火的时候，那边的船也会沉入江底。这把钥匙通往唯一的活路，但活路外面是30万断了军饷的僵尸和全城愤怒的百姓。首府谋逆毁庙，苏雅拼死抢出碑文。长公主、皇后，请正朝纲。黄金真的沉了？苏雅到底把300年国库的财富藏到了哪儿？公主，首府不是羊，我也不是虎。北京那30万将士才是真正能把大景掀翻的洪水。黄金城战的消息传过去，他们明天就会砍下守将的人头。那你去能做什么？你手里1分银子都没有，拿什么安抚他们？我带去的东西比黄金更值钱，那是一份债。这是苏家当年的屯田实录，
这上面记着北京每一处荒山的走向。滚开！有没有吃的？没粮交税，就把这几个女的带走卖给胡商。大人饶命，我们是给沈将军送信的。哪个沈将军？就是那个3年前在白水岭被苏大将军亲自提拔，却在苏家倒台后第一个向首府投诚。沈万山是个坦得无厌的投机者。首府倒台的消息还没传到这里。你说首府大人让你来取那件东西，可有凭证？凭证就是将军您3年前探没的那批玄铁重弩。那批弩箭现在就埋在城外枯柳林。你是首府的人，还是苏家的余孽？首府在京城已经大势已去，太渺烧了，黄金沉了。沈将军，如果您还想守着您的私粮过日子，借粮可以，但你得先让我看看屯田实录的真容。沈将军，你到底有没有粮？再不放粮，弟兄们要反了！听说首府已经倒台了，黄金全沉在江里了。咱们这命就这么贱吗？诸位将军，粮食有，但不是首府给的，而是大景朝欠你们的。沈将军府中藏有私粮3万石，但这3万石粮食，首府下令要运回京城救济。臭娘们在胡说什么？我哪来的3万石私粮？那是我的命根子！沈将军，您说没有，可我这里有您每一笔入库的账目。所谓私粮，根本不在沈万山府里，而是在城郊的土地喵下。苏小姐真神了，你是怎么算出粮食在庙底下的？这附近只有土地喵的地势最高，而且周围的草木比别处更枯黄，说明地下缺水。苏雅，你果然聪明。既然找到了，那这里就是你的墓地。杀了他！把粮食烧了也不给这些穷鬼！沈将军，你以为这下面全是粮？沈万山勾结北夷，想用火药炸死你们所有人。粮食就在后面，他却要拉着你们同归于尽。沈万山反了！杀沈万山，抢粮食！众将士听令，粮食在此，按营分发。苏家后人苏雅，带你们讨回这10年的公道。沈万山只是个小虾米，北境战神岳镇人才是万古局真正的执旗人。父亲，当年您到底是在他手里输掉了什么？苏雅，你杀了沈万山，夺了定北城，如今还敢带着他的帅印来见本帅，你是觉得本帅的刀不够快吗？苏雅今日来，是还叶大帅一个真相，顺便借将军的一双眼，看一看这大景的江山还剩几分气数。苏家当年阴通敌佛珠，你复苏远山，至今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你凭什么让本帅信你？凭沈万山家中搜出的这卷《北境水土志》。叶大帅，您镇守北境20年，为何年年都要朝廷拨款
修缮那座根本不漏水的龙岩笛。修笛是假，藏粮是真。龙岩笛后的深谷里，藏着您为30万将士准备的最后3月口粮，对吗？本帅若不自保，这30万兄弟早就饿死了。但您忘了，这粮是首府默许您藏的。北乙的3万新骑已经绕到了龙岩笛后。叶大帅，您的粮仓现在是北乙人的诱饵。苏小姐，叶镇北不一定会信，他是个老狐狸，万一他先把你交给北乙人求和呢？哼，他不敢。他是个将军，将军可以死在战场，绝不能死在谈判桌。沈老板，去把我们带来的那些盐巴全部撒在西侧的枯草堆里。这是什么？这地方哪儿来的盐？大帅，西侧戈壁发现北乙先锋，但这群人不知为何战马突然发狂，竟然冲进了我们设好的沼泽地。你做了什么？不是我做了什么，是老天爷帮了忙。北境东汉，战马极度缺盐，我让人撒下的不是普通的盐，而是混了萧石灰的苦盐。马嗅到鲜味会疯狂啃食，而萧石灰入味生热，马儿口渴难耐，自然会冲向最近的水源，也就是那片看似是。苏雅，你不仅算尽了人心，你连畜生的心也算准了。虽然胜了先锋，但北乙大汉亲率的20万主力就在30里外。苏雅，你敢不敢陪本帅玩一场更大的？将军想怎么玩？一夜之间带着30万大军越过这千里戈壁，抄到北乙人的后方。如果你能做到，这30万兵符，本帅这苏姑娘是不是疯了？带着这些沉东西，怎么跑得动？嘘，沈将军的人头还挂在城墙上呢，听他的准没错。戈壁之上，风力是唯一的阻碍，也是唯一的动力。古代的陆地行舟不靠神力，靠的是杠杆与滑轮。这就是你准备的奇策。此法一出，天底下还有哪座城池是你攻不下的？看看这是何物！你若再进一步，你苦寻10年的继承人，便要在京城的断头台上为这江山祭旗。苏小姐，长公主萧明玉果然封了城。经赵英下令，若北境军前进一步，便视为叛乱。他不是想杀我，他是在自保。首府虽然入狱，但他在京城留下的暗桩铁咬子死士，控制了皇宫的粮仓。
萧明玉如果放我进去，那些死士会立刻烧掉皇宫，让他背上丧权辱国的罪名。那咱们就这么等着，弟兄们在北境吃土，回来还得吃闭门羹。去，把咱们从北境带回来的那100口大箱子在城门前排开。苏雅，长公主有旨，无诏入京者格杀勿论，速速退去。这些箱子里不是金银，而是北境30万，将是这10年的血泪账。里面记着哪位大人吞了军需，哪位夫人的珠翠沾着边关的血。我今日不进城，我只求萧敏遇见我一面。我若死在剑下，这些账册便会由姚英送往大景的州府。到时候，这大景的文武百官，谁也别想活。公主殿下，只要苏雅入城，奴婢的剑便会划破您的喉咙。首府大人说了，既然他得不到，那这江山便彻底乱了吧。苏雅，你既然能平北境，为何非要回这泥潭？苏小姐，这是何意？城内断水断粮已3日，首府的死士控制了龙脉水井，萧明玉不敢动。我们要做的不是攻城，而是戒烟。是北境的救命良药味道，我记得这味儿。那年荒灾，苏大将军分发的粮食就是这味儿。苏雅利用古代城防致命弱点通风口，通过特定记忆的味道，唤醒对苏家的怀念，瓦解首府布下的恐怖流言。不快，只要把这些东西撒在首府死士占据的粮仓通风口，今晚这火就烧不起来。北境3军为苏家小姐送行。我苏雅，苏家嫡女，今日回城，不为杀戮，不为夺权，我只带回了苏家100年的忠魂。城里的弟兄们，你们守的是这江山，还是那个弑君自肥的老贼？苏雅，快走！这城里全是事情。这上面是首府在京城所有潜伏死士的名单和他们的家眷住处。沈老板，念。开门。苏家小姐。老贼，你害得大景满目疮痍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别过去。是蜡像。
那是西域的定颜伞。首府在入狱前就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替身。下官每日亲自送饭，那老贼明明还跟我说话。他说了什么？他就说天不生大景，万古如长夜。这是心理暗示，他只需要每天重复这几个字，让你在潜意识里认为他依然高深莫测，你便不敢抬头看他的脸。苏小姐下水道封死了，但3日前有一车烂掉的猪肉被拉出去，送到了城南的化尸池。这些马蹄印入土3分，且前重后轻。是首府的隐卫。白水岭一战，苏家军生还者寥寥，你是第几营的？他们是被人用家眷药械，且被灌了迷魂汤。首府首领竟然握着苏家军的残部，这是我父亲留下的棋子，还是他夺走的战利品？老管家，看清楚，这批武器是谁铸造的？这是老爷当年失踪前亲自督办的最后一批寒铁剑，他们本该被运往北境，却在半路离奇消失。你是说，首府不仅扣了苏家军的信物，还把这支失踪的子重队训练成了他的私人死士？不止如此，首府失踪不仅仅是为了逃命。大景朝每代皇帝继位，都会有一枚传国暗息，用来调动皇城地底的防卫机括。物理博弈中，最稳定的结构，往往也是最危险的出口。苏雅，你终究还是找到了这里。若是父亲，绝不会在暗息上涂抹朱砂混德。首府大人，这出戏你演得累吗？易容成家父的模样，在这里等我。苏雅，你太聪明了，聪明到让我这个老头子都感到恐惧。你终究还是找来了，但这暗息你拿不走。这是我从苏远山脸上活生生脱下来的。苏雅，你父亲没死。沈老板，动手！你拿父亲的面具来乱我心，我便拿你的命来填这地宫。首府大人，万古局的精髓不是秘密。苏小姐，首府只是个诱饵，真正的万古局现在才刚刚开启。苏雅，首府这老屋已经废了，大景朝这棵烂透的大树，本帅不想要，你也不该守着。将军想要什么？自立为王，还是像首府一样，找个傀儡坐在那儿，自己垂帘听政？本帅只想要这天下不再有饿死之兵，不再有不战而降之城。
江山唯有握在刀锋最利的人手里，才能整治久安。只要你我联手，你手中的暗息碎片加上本帅的北境军，所以将军在北境配合我演那场陆地行舟的戏，甚至不惜牺牲沈万山，都是为了让京城的人以为你是我的底牌。这叫顺势而为。苏雅，你是个天才，别为了一个烂掉的名分陪葬。你父亲苏远山当年之所以会败，不是因为他不够强，而是因为他太信这忠义二字。你还要重蹈覆辙吗？哼！这地宫的机括，本帅比你更清楚。苏小姐，叶镇北的先锋军已经占领了午门，长公主被困在承天殿，我们要撤吗？这京城就是最大的棋盘，他叶镇北擅长攻城略池，我便让他看看什么是孤城藏龙。苏小姐，那叶镇北不仅夺了进魏军的粮，还要我们交出所有司库的银子，这哪是秦王，这是明抢。他要银子是为了发军饷，没了军饷，那30万北境兵就是疯狂。诸位大人，你们现在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把银子交给他，然后等他登基后，再把你们这些知晓他谋逆真相的人杀光。那第二呢？把银子给我，我用这些银子买他叶镇北这辈子的战神之名。只要让他们觉得叶镇北是在为了野心屠杀他们的亲人，这支铁军就会瞬间溃散。叶镇北强在军纪严明，但也弱在军纪严明。我能做什么？叶镇北会一刀杀了我的。他不会，他要的是禅位，是名正言顺。只要你拿着这个，萧明玉，禅位诏书写好了吗？本帅的耐心已经耗尽。大帅，安西虽然合一，但你真的启动了皇城的防御机括吗？本帅以江西嵌入承天柱，整个皇宫的闸门已经合死，这里现在是铁土江山，谁也救不了你们。那你有没有听过大晋朝开国时，这金銮殿下藏着的黄钟大吕之音？叶镇北，你强占暗溪，却不知暗溪是这皇城的心脏。快逃命啊！江岭思亲，皇帝蒙难，地脉崩塌。叶镇北，你的战神之名，今日就要葬在这金銮殿下。受死吧！你们终究还是找到了这里，但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掌控着钥匙10年，
后军相，原来就是通过这模型断了各地的生路。大景的龙脉，难道就在这下面？暗息不在，龙脉即毁。你苦心经营这么多年，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。苏家嫡长子苏远山跪尽护驾，逆贼叶振北首府还不速速受死！幽云死士，随我清君侧，定天下！我就知道你会在这里，这一切该结束了。你口中的结束，是指掩盖所有的真相，还是彻底毁了这里？真相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座江山的安稳。你太固执了。江山安稳，我看你是为了你那可笑的权利。这满地的废墟，就是你所谓的安稳吗？你根本不懂什么是大局，你在执迷不悟，休怪我不念旧情。苏远山，你骗了我20年。他想彻底炸毁大景的经济根基，重新洗牌。苏小姐，不对劲儿，他们不是在护驾，他们在埋油管。苏远山想烧了整个皇宫。他疯了，皇兄还被困在那里。苏雅，让开！你也要死在这里！父亲，你叫过我，下棋不仅要看棋子，还要看棋盘。你以为你埋下的油管能烧了皇宫？你忘了，这金銮殿下通往的是大景朝最大的护城和支流。你算准了火，却没算准水；你算准了仇恨，却没算准人心。叶振北，如果你还想让你北境的兄弟活，就配合我，合力关掉那道闸。不，那是大景朝唯一的生机。苏姑娘，天塌了！全国48处官仓因为地宫震动，内部的龙骨千斤顶顶全部落下。没有轴心，强行破门只会导致仓库坍塌，里面的粮食会被彻底埋掉。不仅如此，京城的粮价已经翻了10倍。那些大粮商说，除非朝廷拿土地去换，否则1粒米也不出。他们要的不是土地，是想逼我交出那张海外航海图。沈老板，京城最大的粮商是谁？聚宝阁钱万两，这人曾是首府的钱袋子，手里握着京城1半的存粮。苏小姐，久仰大名，
您把金銮殿都拆了，真是巾帼不让须磨。钱老板，我不是来求粮的，我是来送财的。我知道你手里有300万时辰粮，但这粮食你卖不动，因为从明天起，大景朝的铜钱会变成废铜烂铁。我要发行一种粮食票号，由我苏家印章作保，谁手里有票，谁才能买米。苏小姐，你凭空印张纸就想换走我的米？这轴心内部藏着大景朝300年来存放在东海部陈岛的1000万两黄金，谁能拿到这块碎片的拓本，谁就能去取金。让那些粮商继续涨价，直到苏雅把真正的航海图拿出来。苏小姐，1000万两同意了换粮，但他有个条件，今天申时要在望江楼楼举行公开拍卖。他要让全京城的富商都参与竞价，谁给的粮食多，谁就拿走拓本。他这是想通过竞争，把那半张拓本的价格炒到天上，顺便把全城剩下的粮食都归拢到他一个人手里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手里根本没有15黄金。黄金不需要事实的，只需要被认为事实的。沈老板，去把我们之前在北京缴获的那批玄铁粉准备好。诸位，苏小姐大意，愿出让万古局财富。今日起拍价10万石大米，12万石，15万石。货源，谁出价高归谁。苏小姐，你不加价吗？我出一张欠条。这欠条上写的是你们这些粮商私自勾结外犯、走私私盐的证据。你以为你是在买黄金，其实你是在买人。钱老板，你这30年做的账确实漂亮，但你忘了，大景朝的税率是根据巨象与量降波动的。我查了过去30年的勘谕制，你这30年里至少有10年是在偷税漏税。按大景律法，这叫欺天罪，全族当诛。苏雅在有账，他那些账册是半真半假，但1000万两胜性多疑，他一定会撤回护卫去查账，那是我们动手的最好机会。苏小姐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只要你手中的粮，但我不会用黄金拓本换，我要你白送给我。你疯了！你听，我的粮仓，粮食没塌，但你的心塌了。沈老板，开张！钱老板，你的粮如果不愿上船，等会儿愤怒的骑兵冲进你的宅子，你就真的连张纸也剩不下了。把粮全搬到船上，走水路，快！他居然想到了用玄铁粉增加水浮力来冲闸。苏远山的女儿果然留不得，传令下去，开启万古局的终局之期。苏小姐，前面就是一线天。当地贤夫说，最近这河道不太平，夜里总能听到万马奔腾的声音，可水面上却空无一物。不是万马，是回音。
这峡谷的岩石构造特殊，上宽下窄，能够放大远处的浪潮声。传我令下去，全军拉开距离，各舰相隔30丈，绝不许啰嗦。苏雅进来了，传令下去，开启水鬼杖。看，水纹向中心收缩，说明前方的河床被隆起挡住了，水压在增大。他们想用水攻？不，他们要造一座岩塞湖，等我们到了最洼的地方，再放水冲垮我们。沈老板，把所有的粮袋向内收缩，在甲板边缘堆放空箱子。苏小姐，我们查了所有的船舶，没有发现那个黑衣组织的卧底。可奇怪的是，我们旗舰的航线图被改动了3番。改动图纸的人不是为了让我们撞衫，而是为了让我们避开刚才那段回音壁。沈老板，你在苏家当差20年，见过这个符号吗？这是苏家当年的隐库私印。300年前大景立国之初，苏家先祖是否曾与开国皇帝签下血契？隐库难道是契约执行者？苏雅，你太像他了。可惜苏家的血必须要在这一代断掉。他们不是想拦路，是想让我们后退。沈老板，看那些原木的落点，呈现出一个弧形。弧形？你是说？是符阵。如果我们后退，水流会把我们推向东侧的暗礁。那我们强行突围？不，我们不但不退，还要加速撞上去。苏小姐，那原木上有倒钩，一旦挂住，我们就成了活靶子。倒钩挂着的是箱子，不是船。沈老板，你还记得我让你在甲板边缘放的空箱子吗？苏雅在空箱子里装了什么？她提到以物换物，究竟换的是什么？自寻死路，拉索！沈老板，断你不仅懂机关，你居然还算到了今天的潮汐高度。我算的是人心。你若不是急着想拿走那半份契约，就不会把船靠得这么近。原来这个神秘组织的真实身份，竟然是苏家历代相传的死中家臣。那他们为何要杀他？
苏雅破了鬼船局，说明她已经有资格知道那个秘密了。原来父亲不是通敌，他是想带我逃离这个契约。苏小姐，不对劲，探子说城内缺粮3月，可路边没有一个乞丐。水里陷了驱邪草去的汁液。我父苏远山在北境守关，何曾害过江南百姓？30年前，苏大将军为了筹措北境军饷，强行征收了江南5成的救灾粮。我们已按您的吩咐，把当年的血账翻出来了。苏雅若敢强行分粮，就是公然践踏大景的圣人礼法，名声尽毁。我要的是他体内的那份血脉印记。只要他跪在那些灵位前，血气便会感应到苏家罪业，从而引发他的离魂之症。苏小姐，这些伞上的血，都是当年饿死之人的后裔所留。您不跪，这金陵的门便永远不开。他们在利用心理学上的群体共情。如果我跪了，苏家军的名誉尽失，兵权不稳；如果不跪，我变成了他们口中的残暴之后，粮船队无法入港，全城依然会饿死人，但这罪名会扣在我头上。沈老板，去把刚才那几个领头世子的靴子唾液拿过来。苏小姐，您怀疑这血书是假的？血是真的，但字是新的。看这伞面褶皱，30年的丝绸纤维会变脆，但这伞面韧性极佳，且血迹有淡淡的盐霜味。盐霜？江南多雨，30年前的血迹若无盐腌制，早已发黑腐烂，但这些血色鲜红，是最近杀的活禽血。他们在现造谜意。苏家隐库的契约究竟是什么？为什么6大门阀拼了命也要逼苏雅在特定地点谢罪？小姐有难，但我等身上附有封印，不可入城。除非他解开那把钥匙。吉时已到，跪下，或者带着你的粮船滚出金陵。谢家主，既然要谢罪，为何只谢我苏家的罪，不谢你谢家的灭门之恩？
这些伞是6大门阀贪墨证据的，想毁我名声，趁乱烧毁证据。你胡说！百姓们，睁眼看看灵位后面是什么！谢家主，今日新账现在清算。苏小姐，字迹我看过了，却是老爷的亲笔，绝无错漏。不是看字，是看影。这不是普通的松烟墨，而是子母墨。写信的人算准了，我会用火烤。火烤只会让原本的字迹固化。这种先破后立的手段，才是那个代笔人带的风格。看来主公说的没错，你才是万古局最完美的。这是栖霞山的路径，代笔人在指引我们去某处。出发去栖霞山。万古棋局终于要落子了。别动，看这些树，它们不是自然生长，而是被人用铜丝勒住树心，强行改变了生长方向。这不是土路，而是铁板路。这地下埋着巨大的磁石阵，若穿甲胄者入内，会被吸力瞬间带入侧方的陷阱。全部卸下甲胄，改穿布衣。
苏小姐，这地道会吞人？不是吞人，是镜像。利用打磨极薄的青铜片作为墙面，再配合特定角度的油灯，这地道是一个巨大的几何迷宫。亲卫们只是走进了一个视觉死角，而我们看到的是墙上的倒影。沈老板，闭上眼，顺着风吹来的声音走，耳朵不会骗你。苏雅，你父亲的命就在门后。你推门，他死；你不推，你死。在下莫痕，苏家隐库的代笔人。3年前构陷苏家通敌的密信，是你模仿父亲笔记写的。不错，大景朝不需要一个战神，只需要一个死局。现在你父亲就在门后，只要你推门，他的脖子就会被绞断。没用的。代笔人，你算准了力学平衡，却算漏了热胀冷缩。没用的，位移不够。你想强行卡死击阔？你中计了。万古局的最后一步是需要苏家嫡女的血。苏小姐，多谢你帮我打开了这扇玄铁门。传令给长公主，告诉她，计划可以开始了。
苏小姐，这地宫要塌了！不，这不是坍塌，这是离合器归位的声音。看这些木梁，是经过桐油浸泡100年的阴沉木，其强度堪比钢铁。这整座禁地不是修建在山体里，而是先造了一艘巨型木舰，再将山体镂空，把船嵌了进去。苏雅，你果然看出来了，这是苏家先祖为大秦朝留下的最后退路。山河号，只要开启密旨，这艘船就能顺着地下暗河冲出栖霞山，直捣金陵。而你将作为祭旗的祭品，死在这底舱之中。领主，墨痕已经启动了山河剑，不仅苏雅会死，金陵城内那些反对您的门阀也都会被这股洪流冲碎。本宫只要苏家手中的那份黄血契约。墨痕拿到了吗？旨意在他手，但他不知道。那密纸上涂了百日伞，看一眼便是一场黄粱美梦。苏小姐，墨痕手里有密旨，他能控制主闸门。他拿到的那份密旨，是我在金陵文苗时利用子母墨特意伪造的。真正的密旨需要用苏家嫡女的血开启，那只是我放出的饵。那份假密旨是用硝石和硫磺微粉浸泡过的纸。墨痕急于立功，必然会在密室内通过烛火研读。那密室空气狭小，只要他读到一半，那张纸就会因为体温和烛火的感应，散发出致命的炭火毒气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大秦朝的皇帝竟然是苏雅，你骗我！
墨痕，机关剑的偏航已经碎了，你若不放手，我们都会葬身这段魂崖。苏雅，你毁了我的万古大功！既然得不到密旨，我就带着这艘船撞碎金陵的城墙！沈老板，砍断右弦主锁！万古局的真相不是财富，而是大景朝整整300年的空库。上面并没有什么皇血契约，只有一行字：景历300年，金陵地库，金砖尽失，唯余此契，代代子孙不得开仓。现在的繁华，全是建立在一场虚假的欠条桥之上。苏雅终于看到了真相，现在她成了这300年烂账唯一的债权人。那我们要怎么做？让全天下的债主都知道苏雅手里有钱，我要让她为这天下的贪念生生撕碎。杜小姐，消息传得太快，现在全天下都知道独山河剑毒出事，说您拿到了太祖皇帝留下的1000万两实物黄金。不是消息快，而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。苏小姐才去人安乐，大景朝欠我们6大家族的陈年债据就在此处。今日您不把黄金分了，这定怀门您恐怕下不去。沈老板，看，这些人里有真的债主，也有想浑水摸鱼的土匪。如果我现在说国库是空的，他们不仅不信，还会觉得我想独吞，立刻发起强攻。那我们怎么守？我要开一场散金大会，我要让他们知道，黄金就在城内，但想要拿走，必须按我的规则来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黄金就在城内，
但想要拿走，必须按我的规则来。统领，苏雅已入套。他若拿不出金子，会被愤怒的门阀撕碎。他若拿出金子，那一定是伪造的。只要我们当场揭穿，他依然必死无疑。苏远山的女儿不会这么简单，她手里那份密旨，真正的威力不是财富，而是信用。把我们的人安插进他的分金台。苏小姐，废话少说，开箱分金。黄金在此，但诸位大人的债据是大景朝廷欠下的，我现在是代朝廷还债。千万两黄金不能一次性流入市面，否则江南粮价会瞬间暴涨100倍。我将发放黄金兑票，每张兑票对应箱子里的1两黄金，诸位可以拿着兑票在江南6大钱庄流通。1年之后，由我苏家收回兑票，支付实物金。我要的不是骗过他们一辈子，我要的是这1年的时间差。只要兑票开始流通，我就能用这虚拟的财富，调动全江南的资源，去填补那个空库。明天的散金大会上，只要我们强行开箱，苏雅就死定了。苏小姐，我们不想要纸，我们现在就要看一眼那千万两黄金。开箱，否则今日血洗分金台。
真金，真的是金子，连冒的烟都是金色的。谢家主，既然你想看这第1箱黄金，我便当众容了它。为江南修筑，合敌。黄金有灵，谢家主，你心存贪念，惊动了太祖金魂。你看，金子都滑了。他居然真的毁了1箱假金子来包住剩下的9箱。不对，他利用了分金台下的地下水，那些箱子里根本没有金子，全是空壳。他利用水压和光学幻象撑过了这一刻。那我们要现在动手吗？全城的百姓都看到了，神奇！现在谁敢动他，谁就是与全江南为敌。还钱！这是我一辈子的积蓄！你们看这印章都晕了，肯定是你们想赖账！苏小姐，这纸质、墨色甚至暗纹都和我们发的一模一样，对连苏府丝印缺损处都仿得严丝合缝。这不是仿制，这是同根同源。沈老板，看来我们内部出了问题。他们找到了为苏家造纸的100年老作坊，或者说，他们直接接管了那座作坊。我发出的对票，纸浆里混入了极细的备粉丝。在阳光下直视看不出，但透过带毛的特定弧度切开，会有淡紫色的流光。可是面上的假票已经多得数不清了，我们拿什么去兑给他们？即便能识别真假，但这几十万张已经在市面流通的假钞，正像瘟疫一样蔓延。苏雅用呆毛簪子破了我们的纸张局，帮助识破了假钞的秘密。带毛之计只能救急，救不了这全城的贪婪。传令给海上印局，加大印量。我要让金陵城的每一寸土地都铺满这些废纸。海上印局？难道黑衣组织的秘密基地并不在陆地之上，而是在这一支随时可以移动、隐匿于烟波之中的庞大船队中？苏小姐，茫茫大海，去哪儿找印钞船？印钞需要大量的清水洗涤纸浆，需要沉重的石磨压制水分。那些声音在陆地上会被嘈杂掩盖，但在海面上，声音的传播极远。利用声学中的声纳源出行，船队呈扇形排开，每隔一段距离放置一个水听筒。
通过对比各点接收到的金属撞击声和石磨摩擦声的强弱，我可以推算出它们在河口中汇聚的位置。东南方3点钟方位，那里的浪潮声中夹杂着规律的沉闷声，那是巨型牌子板在撞击船体，频率极稳。统领说今晚会有大雾，苏雅就算有天大的能耐，也找不到我们。谢家主，既然你们能造假票，想必也知道这支章最怕什么。就是现在，投放符囊！这天下的财富本就是虚妄，你毁了印钞版，金陵城就会因为断绝流通而崩溃。虚妄的是你们的野心，真正的财富不是纸，是信誉。沈老板，把这些还没印好的白纸全部进入海水中。这些带有海盐痕迹的纸张，将作为未来3年江南修筑海堤的劳役凭证。苏雅这一手，债权平乱比他父亲苏远山更狠。主公，我们要开启万古局的最终封印吗？不用，他自己正在开启。
苏小姐，前面就是皇室禁地，传说入此门者必先自废武功，我们的人进不去。不是废武功，是去此。这山体里蕴含大量的天然磁铁矿，若是身穿甲胄、携带铁制兵器的人入内，会被磁力瞬间拉向两侧的石壁。苏小姐，真的不需要留下后路吗？主公，苏雅已带人进入第一道磁力门。苏家欠着江山的债，总要有个女子来还。这根本没法过。这不是机关，这是重力天平。啊！我们要过的不是路，是平衡。沈老板，把所有的粮袋分给兄弟们，每个人背负的重量必须精确到量。
苏雅破了重力局，说明他体内的算力已经达到了巅峰。万一他看穿了那套嫁衣的真正作用，看穿了又如何？苏小姐，死忌之日已到，请上座，受木状。墨痕，你还没明白吗？你家主公要的不是我的命，是这根地轴的稳定性。这嫁衣里植入了大量的子母线，穿上它，站在石柱中央，由于这地下强烈的磁场，我的身体会变成一个闭合回路。你们想利用人体作为导体，中和地脉因过度开采黄金产生的地磁不稳定。所谓的死忌，就是用苏家女子的血和肉，去填补这300年由于痰郁造成的物理亏空。苏雅，老夫执掌大景，才正40年，我比谁都清楚，这个江山已经没钱了。万古局的本质是用苏家的命去维持一个国泰民安的假象，所以你就造出这个神话，用人命来平衡磁场。这不是神话，是计算。如果我们不这么做，3日之内，昆仑龙脉崩塌，江南会地震，江北会决堤，大景朝会死1000万人。苏雅，你是要这1万人的命，还是要你自己一个人的命？尚书大人，你算准了地磁，算准了人性，但你忘了，这龙脉下面不仅有磁石，还有大量的消石矿。你让我穿甲，一是为了平衡，但我若制造定向的小坍塌，利用冲击波强行改变磁场走向，你300年的祭祀之局就会彻底崩溃。你疯了！那样你也会被埋在这里。既然都要死，我选自己定下的死法。苏雅开启了逆向崩塌，快去那个出口等他。如果他能活下来，他就是这大景朝唯一的知其人。哈哈哈！苏雅，你不仅毁了龙脉，还毁了地下的那些陈年债据。现在，大景朝所有的权贵都没了凭证，天下要乱了。没了虚假的债，大家才看得见眼前的路。公主，这天下不是乱了，
是清了。这一半轴心记录的是太祖皇帝当年的开国地图。而另一半藏在人心。户部尚书想用我的血做导体，我便用这山石的热缩效应，彻底焊死了地下的金。从今往后，世间再无万古局。感应断了，苏雅真的把祖宗的基业全炸了！传令下去，趁着京城那边还没反应过来，立刻起兵，抢占江南所有的港口。家主，苏小姐那边，她没死，你归回金陵。在路上截杀他，他手里肯定还有最后的底牌。苏小姐，各家私兵已经围城了，他们认定您带着太祖的秘密。他们想要黄金，我便给他们黄金。沈老板，让兄弟们辛苦一下，把这些砖头连夜骑进金陵城的城墙缝隙里。骑砖能推进？这叫心理暗示。诸位，想看万古局的真相？太祖遗训，今在石中。看，城墙真的是金子做的。是啊，你用这种低劣的手段诱发贪欲，就不怕百姓也跟着疯吗？主公，我们现在杀进去吗？
看苏雅身后的那个影子，那是苏远山。苏雅，你做的够多了，现在把残片交给我，我会重建苏家的荣耀，让大景重新成为铁板一块。苏大将军，你以为这传国玉玺真能号令这满城百姓吗？父亲，您隐忍3年，看着家人受难，看着我在这局中九死一生，就是为了等这一刻，等所有人都精疲力竭，您好出来做那个救世主。这是为了苏家，也是为了大景。父亲，您还是没看透，这是上本就没有救世主。万古局的本质是垄断，而我要的是流通。父亲，你想要的名分、财富，在这一刻已经失效了。如果你现在夺位，你要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任何食物库存，却欠了天下百姓千万口粮的懒账。你们一个想守着尘归入土，一个想借着腐烂而生个人。今日苏雅在此，请诸位随着万古局一起谢幕吧。登基大点儿，看一眼。那是一场新的博弈，我累。